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战斗。小鸡蛋呢哈？屋里人多，我们也是一般都是小跑的。像我们干清运的，没有规定作息。现在你看没干多少活一天，可累了。因为我们是面对生死的，生死就真的叫一线间。我从高中毕业，学了本儿，我自己就开始养课程，将近20年。油电混的、柴电混的，纯柴油的、气儿的，我都用。我们是跟着17从12队过来，刚上19个月，23了，爬车道。来，大家上车吧。一会儿过检查站还得那什么啊，还得发个身份证。身份证啊。还有这回我可带了，上回没带，这回就带了。啊，还得身份证。那你检查站必须得拿身份证。你瞧有没有犯罪分子？这河北过来。打水之后冲断了桥，好多都是区间。2条跑山区这线儿一直停了半年的，19刚开通了2个月。29号夜间至8月1号夜间，本市将出现暴雨。黄山区大石河流域、拒马河流域已出现超标准洪水。公交集团受降雨天气影响，线路共200条。就在刚刚，市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。这是30号，那天我跑56，开着电车跑黄岩井，跑黄岩井人家树也到了，他赶紧给安全区域运营打电话，我说那儿不行了，我说道上那水有的站都进不去了，我说咱们那电车不行回去吧，因为开那电车得注意水不，怎么着我们都回了。您开那边的路感觉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？现在修好了，还是跟以前差不多。就是走河床当上不成，在上面拉屎拉的车太多，堵着了。我开17堵车，我晚过176分钟，然后9点半才回到场。哦。
这儿有豆皮吗？豆皮没有，那有酸麦。2.5克。好，过去了啊。哎，好的。13摊啊。西式车汉13点。好，过去了啊。你平时你要在学校的话，那课多的，你是不是就在外面吃了，也不回家做啊？对，食堂。啊，食堂有什么减脂餐之类的吗？没有。你健身不怕整淀粉啥的吧？没事，我这健身都是假的。倒不如说你抓个水淀粉也可以。这么多肉，抓得过来吗？抓得过来。开抓了。抓一块儿去。一只手。多放一点。差不多了吧？好了，肉差不多了。你觉得这是片儿吗？这不是片儿吗？所以说它就是片儿，对吗？对呀。师傅，这两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这两边，一个你觉得会很咸，一个你觉得会很辣。主要是它这压不下去了。打6号。6号啊。打6号，使劲打就完事儿了。大力出奇迹是吧？大力出奇迹。进吧。我看了。进白人了。下一站稻田。 The next station is 稻田。文明乘车，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爱心礼让，请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。
Please mute your electronic devices on the subway and offer your seats to passengers in need.即将到达的是终点站东莞头南，感谢您乘坐北京地铁房山线。现在都不让卖了，现在都捡个手机哈。你的公司不要那个不一样，手机爱微信。我们是05年，是06年，05年开始做的餐饮。我们刚开始干的是驴肉火烧，驴肉火烧刚开始做，人家肯定得吃腻了一个口，就会加手擀面，手擀面也是自己吃的好吃了就上完1个卤加2个卤，然后10来个卤，就这么自己琢磨嘛。这水是必须得给它压干。对，那个不是。都过来吃面吧。这个地方只能做特色。哎呀，不像我们每天上酒的时候，那大液晶以前都不卖乱七八糟的，就卖1个液晶嘛，每天10箱20箱，最少。现在10箱1个月都卖不完。对嘛，我们意思就是啥，加点饭菜以前不是我们就干了，就是晚上烤肉咱不吃，有人卖咱就卖呗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因为烤肉毕竟现在就让烤肉出去这样，因为烤肉和那个。之前让外面摆桌子，对面就像现在建得很好的，那对面也可以摆桌子，所有大门口全部摆桌子。到12点以后到凌晨2、3点才是，就是那几年北京的夜生活正火的时候，不像现在10点钟就没人了。不知道是我们改行改的转型转的不太好，还是疫情的原因。没事的时候谁不愁啊？你都做生意的都不行，包括前面那块日料，生意都很差。今年都说今年不如去年，去年我们还能保本儿，今年我俩干的赔钱。咱们这烤肉，而且咱们这成本还挺高。因为咱们这肉是从老家进过来，东北齐齐哈尔它有名嘛，齐齐哈尔那个烧烤烤肉主打就是肉好嘛。热闹就像我们之前煮快餐的时候吧，就是屋里人多，我们也是一般都是小跑的。我觉得这种又挣钱又客人氛围在那儿，一天忙忙叨叨的，就是那时候最开心吧。不知道那会儿年轻还真没感觉到累。也就是说，冷清就是心累。对。汤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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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方便面是。是。那个后边那个复查和新超了吗？3层。你们刚喝茶。
27床他是一个心梗之后的一个病人，有心衰，然后血压就低了，氧合也低了，同时合并了一个脓毒症，在脓毒症和他这种心梗，他还有心衰之间，他有很多治疗其实是要相互平衡和权衡的。就比如说脓毒症休克，他要大量补液，但他是一个心梗心衰的话，他就要限制入量，再加上他整个病情进展又非常的快，就是挺高危、挺凶险的。这是我们的大夫啊，就是穿那种白衣服的是医生，然后他戴帽子、穿蓝衣的这些都是护士，然后这个大屏幕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每个病人的旁边都有一台监护仪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叫中心的监护，他就把每个病人的生命体征都显示在这儿。然后像我们这个情况，之前心率比较快，然后慢慢的通过治疗，心率就下来一些。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想，这个病人再给他测个血压吧，然后都是可以做到。从这儿开始。变成大图了之后，就是患者的这个图示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他这些曲线显示得更清楚一些。通过这些曲线，你们就可以基本确定大致的情况了。对他叫生命体征嘛，所以对他一个基本的情况有一个了解。对医生来说，对生和死的理解就是界限。治疗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都是那么一板一眼的，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灵活处置的。有一个40多岁年轻的小伙子大伙子进抢救室，是因为一个室性心动过速。像这种我们一般是会要给镇静剂、垫腹律啊，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血压都已经扛不住镇静剂了，就是挺惊险的，他已经开始恶心吐，就是那种我们的经验感觉就是快要出现恶性事件了。很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正好恶心，一个应激上来，血压就比之前能稍微高一点点，然后就挑战性的用了一个药，就奔着这个血压赶紧把这个药先推进去，推了一半就看到有效果，然后就跟进了。结果等我第2次接白班的时候，他的爱人专门找到我，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你让他又过了一次生日。他说那天的第2天就是他的生日，然后一说他就哭了。有时候往前勇敢的迈一步就是生，如果退一步可能就是死。也许会有人说学医很痛苦，但是我确实不觉得很痛苦，因为咱们医院的急诊是以心血管为主，它的强度确实很高，然后如果当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的时候，比如说整宿睡不着了，那你身体也撑不住，是会很痛苦的。当然也许每天都会碰到这种病情恶化或者有病人死亡，但是你同样你也有救治成功的病人呀，所以你还是会有成就感，你还是对生命看到希望。我们这拉的居民的生活垃圾。19年以前没有外卖、快递，现在主要外卖太多。你看一个外卖这么大小盒，不这么大个包装，
你拆还拆不碎，一拆，哭哧一下子，妈一砰一身。他要是吃完了把那个汤你倒它，把那个空盒装里头完事，他不，他带着汤带着水，哗给你扔到桶里来了。他这有几包就是他们干一桶，现在就这个外卖好糊。一开始第1年来时候有点感觉，就我干这玩意儿干啥？干点别的不行吗？后来行，他也没改。现在这年轻人谁干这个？他又脏又累，挣的还少，他不干。那我们在这，你有干20多年的。你老在20多年在这个队就没动地方呢，从年轻来干的，干到退休，开始接触这个就习惯了。那你个就是你干净点不就完事了？那你干的工作脏，你再身上衣服再脏，那就没法用了。你勤洗点不完事了吗？